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工业大摸底，我妻子家的工厂拿下了100亿军工订单。论功行赏的表彰大会上，我却收到了妻子亲自签发的离职通知。她将我的位置给了她的前任。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咱们公司新来的总工程师，名叫肖进。至于江河，公司养这种闲人已经够久了，咱们公司需要更加专业的人才。我转头就带着我的100项专利，接受了对头公司的邀请。我去入职那天，军方的几位大佬专程赶来参加我的就职典礼。妻子的100亿订单黄了，他也疯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在妻子段薇家，我的身份一直是个被人瞧不起的赘婿，哪怕我付出了再多，却始终是外人。表彰大会现场，我的下属站出来替我打抱不平。江工明明做了那么多，厂里的每一台机械设备都是他一行一行代码敲上去进行调试的，没有他，人家不可能看上咱们工厂生产的无人机产品。还有，合同是签了，但过几天军方代表就要正式来咱们工厂进行第2轮考察，没有江工在，咱们不可能通过人家的测试。我的妻子段薇看向肖进就问：肖工，你有把握应付得了军工方面的专家进行的测试吗？肖进当即是摆着胸脯保证道：完全没有问题，我带回来的是最先进的技术，那代表着美国新一代无人机科研成果，一定能通过军方测试。我的那些下属还想说，我却摇摇头，让他们闭嘴。我心里清楚，没有用的。段薇这样做，很明显是与人商量之后得出的结果。他的家里一直看不上我，公司刚签下这么大一笔订单，一定巴不得我走，担心我会从中分一杯羹。只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段薇居然用了一种最让我屈辱的方式赶我走。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原来打心底里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我是他的丈夫，他的心里永远只装着他的这位前任，没有多余的位置留给任何人。回首过往所走过的那些风风雨雨，他们家工厂生产线落后时，我给予了技术支持；他们家工人发不出工资，我自掏腰包垫付；他们家缺钱扩大规模，是我找来的融资。如今做大了，签下军工订单，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居然就是要将我踢出局。我走了过去，走到段薇身边，肖进拦住了我，拍拍我的胸口，小声地跟我说：在段薇身边这么久，你也该让让位置了，不要像条赖皮狗一样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待在段家这么久是为了什么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我横了他一眼，而后小声地对段薇说：你也不用遮遮掩掩，绕这么一大圈赶我出公司，直接一点，离婚吧。段薇冷眼看着我，她那表情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，说：离就离，这是你说的，你不要后悔。全公司上下都知道我跟段薇之间的关系，然而在我面前这对狗男女居然默默地把手牵了起来，这是在啪啪打我的脸。我心如刀割，离就离，我发了狠，下定决心。我离开了表彰现场以后，那些曾经跟随过我的下属追了出来，对我说：江总工，您的能力我们是清楚的，其实这上上下下说好听点是在经营着一家无人机生产工厂，可要是没了您，他们就是一家彻头彻尾的皮包公司。没了您在，我们也不想干了，待在这没意思。您去呢，我们跟着您，您带我们一起走吧。我想了想，明白了他们的忠心，摇摇头对他们说：你们暂时先留在这，如果将来我需要你们，我会跟你们说的。我手底下那些人
顿时明白了我是什么意思，当即回复道：“好的，江公，明白了。”我回到家后，看到我的儿子江洛又在啃着一个汉堡，吃得满嘴是油，就忍不住地制止他说：“洛洛，你肠胃不好，不能整天吃这种垃圾食品。”江洛挑衅似的白了我一眼，说：“要你多管闲事，你这个废物！”我横着眼，他对我的不尊重让我瞬间怒火中烧。我对他怒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江洛，你再说一遍！”看见我对他凶，江洛放下汉堡，哇哇大哭，边摸着眼泪边喊来他的外婆，委屈巴巴地依偎在对方怀里。段威的母亲走了过来，看见我没个好脸色的数落：“吼什么吼？就会对这个小孩子发脾气，算什么本事？咱们家洛洛说错你了吗？你就是个废物！这么多年来，你说说你什么也不干，还需要自己老婆在外面闯荡，为你遮风挡雨。你说你不是个废物是什么？”这一家人把我从前的付出当成是驴肝肺。江洛从小肠胃就不好，段威说：“孩子交给别人不放心，就只交给我管，这样我才减少了我在公司上班的时间。如今这却成为了他们用来数落我以及在公司开除我的理由。”江洛见有他外婆在场撑腰，哭得更凶了：“我不要这个家伙当爸爸，你这个不赚钱的废物，给我滚！我要妈妈的新男朋友肖叔叔当我的爸爸，他是个工程师，还是个美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。我要这样的人当我的爸爸。有你这样的爸爸，让我很没面子。小朋友们都笑话我，说我有个废物爸爸。”我的心隐隐在作痛。江洛我养他这么大，没想到到最后却变成了跟段家一样的白眼狼。儿子都已经变成了这样，那我离开就没什么牵挂了。我回屋子收拾东西，一件件往皮箱里装着衣服。江洛和他外婆两人全程对我这一行为熟视无睹。我留了一封离婚协议书放在房间的床头，顺便给段威发去消息，告诉他这件事。他仅仅只是回复了我3个字：“知道了。”我离开段家时，还听到了段母在背后的嘲讽：“走了，走了才好，趁早离开我们段家，不要以为我们家小段签下了100亿军工订单，能有你的一份，想都别想。”离开段家以后，我跟当时一起竞标军工项目其中一家公司的老总打去了电话，电话那头仅仅只是响铃了1秒便接通了。这里是周氏集团无人机有限公司，我是董事长周伟，您是江河先生吗？我顿时愣住，准备好的自我介绍都还没说，他已经知道我是谁了。江河先生，您是我们行业的大拿，我早就存了您的电话号码，但碍于您是段家的女婿，所以一直没敢冒昧联系您。原来如此，感受到了周伟的热情，我也开门见山，我已经离开段氏，现在就想问问你，我要加入你们周氏，你能给我什么条件？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随后爆发出一阵惊喜，似乎生怕我下一秒就会反悔。真的吗？您确定能加入周氏吗？确定，江总工。如果您能带着你的技术加入，给您40%的股份，您看这样行不？周伟开出了足够多的条件，表达诚意，而我却不着急开口。对方还以为我不满意，又立刻加大了筹码。当然，要是江总工嫌少，我的股份也会拿出部分给您，60%，您看行不？要是不行，我们公司再开董事会商量。我回复了2个字：成交，然后便挂断了电话。很快，周伟那边就已经让人初步拟好了股权转让合同，给我发了过来，让我先过目。在段威那里没得到的尊重，在这里都有。我也是充分进行过了市场调研，
对比过每一家无人机生产工厂的实力，才最终选择与这一家公司进行合作。为了表达诚意，我知道伟世集团在生产一款产品的过程中，有一项技术难题困扰了他们很久。我找了周伟，要了他们公司总工程师的微信，让他在车床设备上调整几个参数，然后再让他启动生产线，重新生产那款产品。大约过了3个小时之后，周伟给我发来短信，语气里难掩激动：“江总工，您真是神了！您让我们技术工程师调整了那几个参数以后，整条生产线就能完美的运转。现在我们的最新产品已经能进行初步生产，欢迎江总工的加入。”我随便找了间宾馆住下，我只需要等待。我知道的，我的下属说的对，没了我，段氏集团至始至终都只是一家皮包公司。我的手下看得清楚，他的对手公司也看得清楚，从来就只有我才是段氏无人机厂唯一的核心竞争力。果然，永远只有对手才更加了解他自己，要不然周氏无人机不可能用30%股权这么大的代价挖我过去。第二天，我打开手机，周氏的周伟就已经连发了3条短信给我，问我什么时候方便来一趟公司，与他们签署股权转让合同。我说一会就到。周伟立刻回复说，他那边马上准备。尽管我一再强调不要搞得那么隆重，但是周伟那边还是以最高规格礼仪欢迎我，直到我落笔，在股权转让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，他们才算彻底把心放到了肚子里。1个多星期以后，我的生活已经开始慢慢步入正轨。伟世的产能在我的加入之后翻了一番，我用行动证明了我的价值。这时，段威给我发来消息说，离婚协议书自我已经签好，你什么时候到我公司来领？还有，你办公室里的那些东西，你还要不要？不要的话，我直接就让保洁一块收走。我直接回复了一句，下午那些东西我还必须亲自回去取一趟。过去我的申请的专利太多，有一些被我留在了工厂的办公室里。中午的时候，我回到了工厂，几名之前跟我过的下属跑过来问我现在在哪，什么时候带他们一起走。我让他们现在就去离职，他们显得很高兴。我抱着从办公室整理出来的箱子，站在门口，将钥匙交给了保洁。看到了不远处，段威带着几名穿着绿色军装的人在工厂里考察。绿色军装那几人不时地点头，从段威的表情看得出他很高兴。这时，他的余光也瞟到了我，他让那几名考察人员稍等，然后径直走向了我，对我说，你不是说你下午才来吗？你现在来这了做什么？我淡淡的回答，当然是等着你给我签离婚协议书了。段威看着我，压低声音，顿时怒道，够了江河，你明知道军方代表团今天中午就要来视察，你非得这个时候来工厂收拾东西，你分明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想给人家留一个不好的印象。我耸了耸肩，无所谓地回答道，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你把离婚协议书给我就行，至于其他的我不管你。段威顿时换了一副嘴脸，他想了想后，有些不屑地说，不要以为我不清楚你这个废物心里在想些什么，你不就是想搞砸我们公司具100亿军工订单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做梦。现在工厂的流水线生产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了，况且又有从美国请回来的宵禁在，你那点小心思早晚会落空的。以前只知道你是个废物，没想到你这心眼还这么坏。江河，我看错你了。我被这家伙喋喋不休的一通吼，
整得有点无语。我也不想跟他过多纠缠，我只想要我的离婚协议书。然而这时，从总公司跟着一起过来的3名技术主管突然跑到了段威的身边，连气都还没喘匀，就焦急地说：段总，不好了，公司那边出事了，公司的电脑、服务器全都连接不上，客户名单统统消失，之前做的无人机实验数据也都统统不见了。这3人急得额头都开始冒汗，段威的脸上也出现了一瞬间的慌张，但是他强壮镇定，看了眼不远处军方代表的3人，正有些不耐烦地低头看着手表。段威看了我一眼，看样子有心想向我求助，但他的自尊心又不允许他那样做。他对其中一名技术主管说：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给肖总工程师打电话求助。其中一名技术主管咽了咽口水回答道：段总，我们打了，但是至始至终都没人接啊。你说这紧要关头，他人去哪儿了？他难道不知道今天是军方代表团来我们工厂考察的重要日子？另外一位技术主管语气有些埋怨地说道：段总，您这到底是在哪里找来的技术人才啊？我不得不提醒您一句，目前系统丢失的可都是我们公司重要的客户资料，还有这系统要是不能够恢复，考察团的人问起来，我们怎么回答？这订单要是损失了，那可是100亿，他不会是个商业间谍，特意潜入我们公司，就为了搞砸这笔军工订单的吧？商业间谍这个字眼让段威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慌张。段威赶紧当着所有人的面给肖劲打去了电话，跟之前那几名技术主管说的一样，同样是无人接听。他一遍遍的打，对方一遍遍的不接。那几名军方代表见到段威跟我们围在一起，招了招手示意他过去。忽然这时工厂停电了，整个车间变得一片黑暗，工人们顿时喊叫：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间停电了？忽的下一秒，工厂的电又恢复了。我能感受到段威此刻的心情，就好像是在坐过山车一样。他愣了几秒，然后低头看着一通来电显示是肖劲打过来的电话。段威赶紧接听：喂，电话那头传来了肖劲的声音：喂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刚才我正在帮助公司重装系统，所以没注意到你给我打来的电话。是这样的，目前公司的系统太过落后，早该淘汰了。我把数据覆盖了一下，已经没问题了。段威恢复理智，叹了口气说：原来是这样啊。他挂断了电话，脸上那种紧张的表情消失不见，整个人又变得淡定从容起来。那几名军方代表团的人见段威还站在原地，便走了过来说：段总，刚才是怎么一回事？段威用刚才肖劲给出的解释来应付对方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很显然，那几名军方代表团的成员对于这个回答并不满意。在考察的过程中停电，这给代表团的印象可要比我当着他们的面收拾东西走人要恶劣得多。其中一位军方代表表情严肃，正准备宣布此次考察不合格，他抬手扶了扶眼镜，清了清嗓子，刚要开口，余光一瞥，扫见了我。我与他对视，不知是什么让他改变了决定。他忽然说：刚才我们检查了一下生产设备以及程序代码，这2样东西还算是合格的。至于其他，例如原材料方面，工人的技术水平，说实话的，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想中的要求。但是看在韩总工的面，我们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希望我们下次再过来检查的时候，你们的整体条件能达到我们制定好的标准。
此时，段威的表情呆愣了一瞬，他一定在想韩总工是谁，但很快他又回复道：“好的，我们一定会尽力改进。”韩总工是部队研究所的总工程师，当初也是韩老主动跟我取得联系，才帮助段威他们家工厂拿下了100亿订单。只不过这一点，他直到现在还不知道。军方代表团的人走了之后，段威彻底松了一口气。他去车里取来了离婚协议书，甩到了我身上，让我签字，对我说：“我也不想再跟你有过多的纠缠，字我已经签好，但上面有30天的冷静期，等30天以后，我到时会通知你，跟我去民政局领证。”我装作无所谓的将离婚协议书放到了箱子里。我注意到了上面写的，段威为了让我签字，特意补偿我1辆车和1套房子。我跟他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到头来只换来了这点东西。我辛辛苦苦拉来的军工订单，他就想用这点东西来打发了我。我心里不答应。其中一名技术主管面露担忧地说：“段总，刚才军方代表的人也说了，我们工人技术不合格，还有原材料方面也都不合格。要想在短时间内达到对方的要求，我们公司可能要承担不小的成本。”段威眼神变得坚毅，说：“原材料不合格就去找，工人技术不过关，那就给我加班加点的培训。”技术主管们面露苦涩，但也只好答应一句：“那好吧。”只有我心里清楚，这件事情哪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工人培训这件事，以前都是我在负责，可以说他们现在的技术也都是我教给的。现在我走了，我不认为工厂里有人能顶替得了我的位置。萧劲那个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草包。他自以为刚才刷新系统能覆盖得了我之前输入进公司电脑的程序，殊不知连工厂里那些生产设备里的代码也都被他给一并覆盖掉了。人家军方代表之所以愿意再给工厂一次机会，那全都是因为觉得他们工厂设备没有问题的缘故。现在萧劲这么一搞，直接就是给段氏无人机厂判了死刑。还有原材料方面，重新进行采购、签合同，可是需要提前支付一大笔资金。这么大一笔钱砸下去，到最后要是没签下100亿订单，那段氏这波血亏，我甚至都能想象得到30天后段氏集团破产时的情景。段威看见我站在原地发愣，冷眼对我说：“你还不走？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工厂的员工了，这里已经没有你的位置。”我收拾完东西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来到新公司以后，我夜以继日的工作。我让周总隐瞒了我大股东的身份，我不希望与手底下员工太过疏远。起初，公司里的工程师问我是什么学历，我告诉他们是本科，他们看我的眼神还有些不屑。能干到总工程师的职位，这里起码是博士后期，他们都还以为我是靠着关系进入的这家公司。但是很快，我带领我的团队攻克了一项项技术难关，帮助公司研发了新的产品。他们那种不把我当回事的眼神就全都消失了，他们开始跟我探讨技术上的问题。就这样，一连几周过去，我都快忘了时间，直到一通前同事找我出来喝酒的电话，才让我意识到，原来我已经离开段氏这么久了，并且30天的离婚冷静期也已经过去大半了。在酒馆里，前同事跟我抱怨道：“江哥，我是真怀念以前在你手底下干活，不用操心那么多事。现在带领我们的那位萧工，狗屁的哈佛高材生，他压根就不懂得技术。江哥，之前你为公司设计出来的那套系统完全没有问题，
自从这家伙私自覆盖掉了以后，公司电脑3天2头死机，工厂时不时的就停电，这活根本就没办法干了。这种人是怎么从哈佛毕业的？他简直就是个垃圾。我已经想到了会是这个解决，喝着酒，听着他们的抱怨，时不时的就安抚他们的情绪。那萧劲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白脸，啥技术也不懂，就只知道跟在段总后面，也不知道给段总喝了什么迷魂药。无论我们怎么说，段总只听他的。段总还把找原材料的任务交给我，你说说看，这渠道我哪里会有？江哥，这涉及军工产业，以前这一块项目都是你在负责的，你可一定得帮帮我。这任务要是我不能完成，段总说不仅要把我给开了，还1分钱补偿都不给我。我上有老小有小，这损失实在是承担不起啊。我眯起眼睛，心里清楚，这才是这帮人约我出来喝酒的真正目的。但估计他们也是被萧劲、段威2人给逼得没有办法。我思考片刻之后，精挑细选出几个比较满意的原材料厂商联系方式。这些渠道在原材料质量方面完全没有问题，可就只有一点，他们材料的价格比较高昂，估计要比以前合作的渠道商价格贵个10几倍，并且跟他们合作这么多年，从来都不赊账，即使是我出面，估计也不可能让步。那几个前同事小心翼翼地把我写出来的那些联系方式收好，脸上笑不自收地跟我说：“江哥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你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。”这件事情结束以后，有位还留在段氏工作的前下属给我发来一段录音记录，录音记录里提到了关于我给他们供应商联系方式这件事。跟我喝酒的那几名前同事转头就把我给卖了，他们把联系方式给到段威、段总，这是从江工那里搞到的供应商联系方式。据他说，这批货物质量完全没有问题，就是价格贵了一点，并且人家要求结清所有款项之后才肯发货。录音里出现了一段沉默的空档，段威想了想，然后说：“贵一点就贵一点，只要能满足军方代表团的审核要求，花再多的钱也都是值得的。这样，你去财务那里看看，账户上还有多少钱，都给你用来购买这一批原材料。要是实在不够，我再去想办法，哪怕是拿公司这栋大楼去给银行抵押，我也会把款项给你凑齐。”对方回复道：“好的，段总，供应商那边我马上就去联系。”录音到此为止，我合上手机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我当然是故意这样去做的。那些供应商的材料，以目前段氏无人机厂的技术，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加工，到最后只能是沦为一堆废铁。我已经跟周伟提前沟通过，尽快将现有工厂的生产线进行升级换代，以达到将来能接下那笔军工订单的生产标准。到时候，一旦段氏无人机厂在军方代表团的考核下不合格，周氏集团在我的带领下就可以顺势介入。我打开手机，之前的高调已经让段威没有回头路了。新闻发布会上，段威浓妆艳抹，身边站着那位他引以为傲的前男友。记者问他说：“有没有信心完成之前签下的100亿订单？”他自信地回答：“当然有。”记者又问他：“这边这位跟他出席活动的是谁？”以前段氏无人机的产品负责人江总工，怎么没见一起出席活动？段威先是含情脉脉地看了的萧劲一眼，然后移了移凳子，对准话筒说：“忘了跟大家介绍，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们公司新聘请的首席总工程师萧劲，他是我们公司
专门从美国哈佛引进的专业技术型人才，将全力以赴投入到此次的军工项目研发当中。至于你们所说的江总工，已经是过去式了，有些细节你们可能不是很清楚。江总工只是大学本科毕业，无论是在学历还是在技术上，都不能够跟萧工进行对比。他已经不再适应我们公司未来的发展，被淘汰也是必然的。萧劲顺势回答道：相信有我的加入，段氏集团未来的发展一定会更上一个台阶。我冷眼地看着新闻发布会里段威、萧劲两人的耀武扬威。为了给她前男友做介绍，段威还拿出了我的学历与萧劲的哈佛做对比。他在这种公开场合自曝我的个人资料，分明是想断了我在这个行业里的前途。像之前说的，没有哪家公司会把总工程师这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位本科生来做。我联系了之前有过专利合作的几家科研院所，打探到消息，现在萧劲正在满世界打探关于新材料加工的办法。段威不惜贷款也要购买的原材料，如果到最后没有办法加工，这笔账肯定是要算到萧劲的头上。我尝试利用那几家科研院所负责人作为媒介，告诉了萧劲，加工新材料的办法就是整体更换段氏现有工厂的车床设备。要想完成这项工作，这对段氏来说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距离离婚冷静期只剩下最后10天的时候，我坐在办公室内，打开电脑，重启系统，显示屏里出现的画面自动与段氏公司监控系统相链接。之前被萧劲删除、覆盖掉的部分程序开始自动恢复。视频里，萧劲、段威两个人关起门来，段威此时一改之前新闻发布会那会的从容淡定，他对萧劲开始失去耐心。萧劲，你不是说等这批新的生产设备一进厂，就可以针对那批原材料进行生产加工了吗？为什么到了现在还是连一个零部件都没有给我生产出来？萧劲看到段威情绪激动，一下子抱住他说：亲爱的，你冷静一点，我向你保证，以目前工厂的技术水平，生产出合格的零件，达到军方的要求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咱们目前差的就只有专业的技术人员。我看着监控画面，嘴角不自觉地往上扯了扯，看着萧劲继续作妖。萧劲继续说：工厂里的这些老工人以前都是在江河手底下干活，时间久了，他们肯定是跟江河一条心的。见江河走了以后，他们故意使绊子，不好好干活，不好好听我的话进行培训。正因为这群人的消极怠工，导致了我们目前的生产相对落后，全都是他们的错。段威被萧劲这一爆，在被对方逻辑鬼才的一通忽悠之下，情绪方面平复了不少，慢慢开始相信了萧劲的话。他眼泪周周，翘起下巴，嘟起嘴，对萧劲说：真的，你真的没有骗我，军方要的零部件一定能够生产出来的，对吧？萧劲目光坚定无比，点了点头说：你相信我，我那么爱你，怎么可能会骗你？段威擦干净眼泪，问道：那你说吧，你要我怎样去做？只要能生产出合格的零部件，公司里的所有事情我都听你的。萧劲毫不犹豫地回答道：把那些技术工人全都给我开了，我们重新再到市场上再找。段威点了点头，答应道：好，我全都听你的。然后段威、萧劲这两人居然就在镜头下吻了上去。此时此刻，我关闭了电脑，退出了段氏的监控系统，心里都乐开了花了。我打电话给周伟：周总，你不是跟我说最近工厂里缺少技术工种，人手不够吗？
我正好有一批人向你介绍，你放心，这批工人以前都在我手底下干活，技术方面都是我培训出来的，绝对过硬。周伟回答说：好，只要是江工介绍过来的人，我都要。待遇方面一定会比他们之前的多，绝对不会少。我向周伟道了声谢，然后就挂断了电话。离婚冷静期倒计时最后一天，我按照往常一样打开了监控，看到了段威在工厂里照例跟工人们怒吼：这都跟你们培训了几次了，怎么连个车床开机你们都不会？那一批被他教训的工人也一脸委屈，挠挠头说：这些当初在培训的时候都没有讲过啊。段威顿时怒道：当初肖工跟你们培训的时候，这些都没有跟你们讲清楚吗？其中一位工人装着胆子回答：老实说，我感觉肖工对这批机床设备的使用也都不太熟悉，而且工厂这边肖工已经有好几天都没有过来了，我们有不会的地方想向他询问，也找不到他人影。听到这话，段威感觉就像是失去了脊椎一样，一下子变得瘫软无力。我从一些前同事的口中得知，自从肖劲从段威那里搞到了一笔钱之后，他就失联已有3日。公司里开始有人传风言风语，说肖劲就是个大骗子，他就是一个商业间谍，他来到公司里就是为了撬黄公司的100亿订单。以前像这种话，段威一旦听到了，一定会第一时间维护她的前男友声誉，凡是在公司里议论这种话题的员工，统统开除。然而现在，她依然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还有一天，军方代表团的人就要来了，她根本就没办法交工。此时的她，电话铃声响起，她下意识地接听，对方自报家门，说是军方代表团的人决定取消明天的考察行程，单方面终止之前与段氏无人机场签署的100亿订单合同。段威顿时慌了，甚至说话都开始变得语无伦次，说还没到考核最后一天，他们凭什么连一次考察的机会都不给段氏？说取消就给取消了，他们这样做不符合流程。他歇斯底里的声音让军方代表团那边感到了有些无奈，最终同意明天再给段氏最后一次考察的机会。然而等到了第2天，代表团的人来到了段氏工厂，该生产不出来的零部件还是生产不出，并且明明之前已经检验过一次，符合生产条件的机床设备、电脑程序，这次也全都变成了不合格。军方代表团的人只好跟段威透了底，本来上一次考察你们厂的条件就是不合格的，是因为当时有江工在场，我们考虑了很久，才决定再给你们无人机场最后一次机会。可是后来你们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我们才知晓，原来江工早已经不再担任你们厂的总工程师了。那我们就觉得已经没有再跟你们工厂合作下去的必要了。段威慌乱的眼神当中闪过一丝不解，他问道：这笔订单你跟我们工厂合作，跟江河有什么关系？他只不过是一个不称职的总工程师，我们公司开除他那是应该的，开除了这种人，我们公司应该变得更好了才对。军方代表团的人看见他说出了这种话，都不自觉地摇了摇头，说：如果没有江总工，我们是不可能与你们工厂合作的。江总工手握几百项专利，有很多技术上面的难题，连我们技术研究所的韩工都需要向江工进行请教。本来以你们公司的条件，是不可能签下我们的军工订单的。我们是看在江工的面子上，才与你们合作，并且相信江工一定能造出我们想要的东西。段威的脸色瞬间大变，他直到现在才醒悟了过来，
所以说，从头到尾，你们一直都是想跟江河合作。对方点了点头，又告诉了他另外一件事情。还有，为了全面了解你们公司，之前你们从美国请来的那位肖工程师，我们也进行了背调，发现这个人学历方面进行了造假，他并不是哈佛毕业的。不仅不是哈佛毕业，我们后面又调查出来，这个人极有可能跟境外的情报部门有关。你放心，这个人虽然目前不在江城市，但我们的人已经在一些沿海城市布控，相信要不了多久，很快就能抓住。而对你们公司所造成的损失，应该也能一并追回来。此时的段威心灰意冷，仅仅只是追回他给萧劲的那几百万，根本就不顶用。为了这笔订单，前期投入就不止10个亿。这么大笔钱，要是他们公司再失去这个订单，干脆就直接宣布破产算了。段威还不死心，见军方代表团的人要走，就抓住他们的胳膊问道：“那个，如果我还能够把江河给找回来，你们还能不能再给我们段氏一个机会？”军方代表团的人想了想后，回答道：“当然，如果江总工愿意回来，我们还是愿意再相信你们无人机场一次。”那好，谢谢。直到对方这样说，段威才松开了手。他赶紧掏出手机，给江河那边打去了电话。江河关掉了显示器屏幕，在沙发椅上坐等3秒。果然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是段威给他打来了电话。他想了想后接听：“喂，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哦，对了，今天是离婚冷静期最后一天，你放心，资料我已经准备好，明天我就可以跟你到民政局领离婚证。”“不，江河，你先听我说。”段威那边赶紧打断：“你现在在哪？那笔军工订单出了一点问题，我需要你回来帮我处理一下。”江河甚至听起来都觉得有一点好笑。“段总，我想请你搞清楚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们公司的员工了，你们公司的订单除了任何问题都与我无关。现在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，我只想要我的离婚证。”“江河，你非要这么绝情吗？”段威顿时怒道：“我只不过是跟前男友旧情复燃，犯了一个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，你至于这样做吗？”他这么说，我直接就挂断了电话，没必要再给这个女人好脸色看。没过几分钟，电话又打了过来，我再次接听：“江河，你先听我说，刚才是我错了，我不该用那种语气跟你说话。你先回公司，回家来，我们坐下来慢慢谈好不好？对了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派人过去接你。”我直接打断道：“不必了，段总，我现在已经入职了别家公司，是他们的技术总工程师，更不可能离开。”段威对我这个决定大感意外，忙追问是哪家公司。我被他纠缠得有点烦了，索性就告诉了他。段威顿时感到震惊不已，他说：“你居然加入了周氏集团，你明知道我们段氏跟周氏是死对头，你还……”我冷笑道：“段总，我想你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？你要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挂断电话了。对了，明天别忘了去民政局碰头。”“不，江河，你不帮我，我是不可能跟你离婚的。”“嘟嘟。”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果然如段威所说，我在民政局门口并没有见到他人。我从之前跟我过来周氏的那些下属口中得知，段氏基本上每天都有人离职。段威为了拿下那笔军工订单，甚至把员工下个月的工资都挪用了。很多人都担心下个月发不起工资，交不上保险该怎么办，都在找段威要个说法。我跟军方研究院的韩工取得联系，告诉了他我目前在周氏当总工程师的消息。他们回复我说，很愿意把军工订单
交给周氏。周伟对此都兴奋坏了，语无伦次，说要奖励我，给我加工资，发奖金。我提醒他说道：“我这么做也只不过是为了我自己，别忘了我还有这家公司30%的股份在。”周伟这才想起来，他高兴的都有些得意忘形，差点忘了这茬。在军工订单签订后的表彰大会上，那些从段氏跟随我到周氏的员工，之前段威期许他们的期权、奖金，在我这里也全都有。一个头发有些乱糟糟、穿着华贵晚礼服的女人，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对我说：“这一切全都是你在背后设的局，你介绍给我的那几个渠道商，价格要比市场上的贵出几倍，你让人教唆萧劲，让他说服我，花重金重新采购车床设备，你甚至挖走了我们公司所有的技术工人，都跑来了你们周氏打工。”我侧着脸看着这女人一眼，看来这疯女人还没傻到家，知道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我的身影，但我当然不会承认那些事。你害得我好惨，害得我们段氏破产，你才是罪魁祸首。周伟看场面有些混乱，想叫来保安，我却阻拦说不必，因为我看出来了这个女人是谁。段威这女人居然找到这来了。我对她说：“都过去了，我不知道你这么多天都去了哪里。说好的民政局见面，我也没见到你人在哪。”段威指着我说：“江河，我是不可能跟你离婚的，除非你把100亿订单还给我，要不然我就纠缠你一辈子。”此时的段威身上已经丝毫没有上市公司仲裁气质，在我眼中看到的就只有一位泼妇。我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了早已打印好的证件，扔到了他的面前。这张是律师帮我拟定的律师函，你不跟我去领证也没关系，大不了就是跟你打官司。这张是你当初给我的那张离婚协议，有了这张协议，你再拖着也没用，法官一定会判你败诉的。段威跟疯了一般，抓起地上的那2张纸就给撕成了粉碎，对我吼道：“江河，我跟你没完！”他想上台来抓我的脸。之后我就不再阻拦周围喊来保安，把这疯女人从酒店里拖出去。法院判决得很快，在给出判决书的最后1日，段威女人还带来了我的儿子，想跟我打感情牌。我的儿子抱住了我的大腿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，我要你跟妈妈在一起，我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。妈妈只不过是重新爱上了前男友，她并没有做错什么。”段母也来劝阻我说：“是啊，小江，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？怎么能因为一点小事情吵架就要闹离婚？别闹了，跟我回去吧，以后我再也不骂你是废物了。”我面无表情看着这一家人，然后低着头让江洛松开我的腿，说：“萧劲当即是摆着胸脯保证道：我签，你现在愿望成真了，我再也不是你的爸爸了。还有，你以后也不许再喊我爸爸，听见没有？”段威胸口起伏，情绪激动地对我说：“江河，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，你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要了。”我将一早就准备好的亲子鉴定甩在了他的脸上，甚至是当着江洛的面对这女人怒吼：“你还有脸说江洛是我的儿子？虽然不清楚这野种是你以前跟那个野男人生的，但那对我已经不重要了。等法院判决书一下来，咱们就两清了。”之后，萧劲被抓，以间谍罪论处。段威拖欠员工工资超1000万，整天带着江洛，带着他父母，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。而我完成了100亿订单之后，保留周氏集团30%的股份，带着我的科研项目，重新又创立了一家科技公司，朝着新的科研领域前进。我再婚了，
签署了婚前协议，我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儿子是我的，已经做过了亲子鉴定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